生活中就是存在真正的双赢吗？还就是你们怎么看呢？我是这样理解的啊，因为是我从一个之前因为我看奇葩说嘛，就是总是辩论那种，我特别喜欢看这种的。然后他当时有一个叫经济学家是薛兆丰吧，好像是叫什么，然后薛兆丰对啊，薛兆丰对，然后就是讲的都非常好嘛。然后他的另一个对头就是那个讲哲学的那个一个挺可爱的啊，想不起来名字了。然后就我比较倾向于他哲学那一派的那种从以人为本的那种理论。然后有一段就是比较精彩的，他提到，他说你一个人的成功，你不可能是在真空当中成功的。就你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成就，你多么厉害，但是你是在这种社会当中去成就自己的。所以说你再厉害，你也离不开这个基础，你和其他人的这种协作，包括整个人类文明的这种协作呀、交互。所以说我觉得我当时比较支持他这种说法，就是你再厉害，你也不是在真空当中去成就的。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跟就是我想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不在一个维度，就是肯定还是要协作的。就是我想聊的就协作的双方他们都可以获胜嘛，就是他们都可以获利嘛，还是就是说有一方获利，然后有一方就是会受损。然后因为我们都学过物理嘛，物理里面有一个叫做那个能量守恒定律嘛，对不对？对，我觉得这种守恒定律它不仅仅是在能量这个领域里面适用的，我觉得它可能在就是类似于在博弈当中也是适用的吧。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交互，一个人他如果感觉到很快乐，那这个快乐它一定是有来源的，对吧？对，他不会说是就是一个凭空产生的一个快乐，或者说一个人他收获了一些就是物质上的利益或者好处，那么这个他一定也是有来源的，对不对？对，我就在想，就是两个人或者说是两个对立的，也不说对立的吧，就是这些参与者他们在就是社会交往中，他们能不能实现真正的双赢，就是类似于我们就是经常听到那种就是正和博弈里面讲的，就是双方都可以获得各自的利益嘛。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是有疑问的，就是如果两方都赢的话，那这个赢的点是从哪儿来的？对，就什么是正和博弈、零和博弈啊？这个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零和博弈就是说，有一个人赢，那就一定会有一个人输。对，就是说，类似于咱们下象棋，有一个人赢了，那对方一定就是输了呗。然后正和博弈就是说，双方通过协作，就比如说，我们两个是商业合作伙伴，然后我们通过就是比如说搭建一个平台呀，然后我们共享一些资源啊，然后我的经济也增长了，然后你呢也获利了，就是双方通过这次合作它是双赢的，就是看起来就是没有输家的。对，这个就叫做正和博弈。对，或者我还听过有一种正和博弈可以理解成是比较和谐一些嘛，就是对，就是他没有双方都没有什么怨言，然后都比较平和。然后零和可能是输的那一方，就有点类似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那种感觉，他会觉得比较气馁，觉得对吧，我输了比较痛苦，是这个意思吗？对，就一个就是有输有赢，一个就是都赢呗，互惠共赢。我听说过有一种那个说法，就是零和博弈，就是比如说我想卖你一个二手的手机，就我这手机用了之后卖给你，好，如果你跟我讨价还价的话，那你多讨，就是那个手机价格每降1块钱，那相当于我的收入就少1块钱嘛，你赚1块钱，我少1块钱，然后这个总的那个他的那个收入是0，
这就叫零和博弈。而那种正和博弈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起创业啊，然后一起去相当于把这个蛋糕给做大，好，然后有可能是说哪怕是说这个百分比不管怎么样嘛，哪怕是你拿8我2，但是呢，如果最后挣了1000万啊，那你就是怎么说，你们有肉吃，我也有汤喝，我也能够挣200万，也很开心，也很 happy 了。对，就是这种的，就是正和博弈就像是那种正向的合作嘛，然后双方都可以或多或少的得到好处。然后零和博弈的话，就是一定是有一方受损的，然后有一方是获利的。然后我想探讨的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存在类似于正和博弈这种双赢的情况吗？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疑问，还是你们觉得就是你们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肯定有啊，肯定有。比如说，我觉得取决于我们这个内容的质量。如果它这个质量就是对得起看的那个广告，而且是，但是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广告也不一定是游戏啊。如果真的是说它需要的，就比如说我有时候点开之后，我会看到有一些来推荐怎么样去学习计算机的那些课程的那个广告，哎，那正好是我需要的呀。那对，对，也是帮助到他。然后呢，但是如果是说我们这个视频它质量很垃圾，是水了的一期，好，然后最后点进去之后啊，标题党骗子，然后那这种情况下是输了的。我觉得，我想还有一个那个比喻吧，就比如说有一个岛上的人，他们就是专门是说那个相当于去盛产那个打鱼。打了很多鱼，好，然后他那鱼的话，就是如果没有人吃的话，那最后都相当于最后都烂掉了，都烂。但是另外一个岛的人呢，他盛产那个一种可以用来做鱼竿的一个竹子，但是它周围的话没什么鱼，好，那现在的话，如果这2个岛的人能够开始进行贸易，那就是双赢啊。一方面的就是一方面，他这个岛能够能够得到粮食。然后呢，那个岛的话，它有鱼竿的话，它也不用之前那么打鱼那么费劲儿了，也就是就相当于一天可能只用工作2个小时，或者说那个鱼钩什么的，就比之前徒手去抓鱼，对，那个要来得快。但是你要说真的有个什么东西输了的话呢，那可能就是鱼吧，作为一个种群。但是呢，就是一般经济学的话，它这个模型它是考虑它有无限的鱼。就是它这个岛的人口没有过载，然后对这么一个状态。对，我就是刨根问底嘛，就是其实咱们从就是你刚才聊的这几个故事里面，其实都是非常典型的双赢的例子。但其实我就是非常刨根问底，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你如果非得去追究刚才那个故事到底谁输了，那就是鱼嘛，对不对？就是人类通过协作，更高效的捕鱼，然后吃鱼，然后鱼就是更快的被捕捞上来，然后丢掉性命嘛，对不对？就是它至少就是在守恒上是说得通的，对不对？就是它是有输的一方的，只是输的一方不在我们这个合作双方的视野之内，就是咱们人之间合作可能就不会去考虑鱼到底输还是赢，对不对？凯文你觉得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干了会儿活啊，就听你们俩讲，我觉得非常好这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其实也有的时候思考过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值得去被探讨吧，因为它可能某个角度解释了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吧，或者可能解答了一些所谓的公平与不公平的这些常见的问题。因为以前 Neil 就说过嘛，那世界其实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有等级的，生下来就是不同的嘛，所以其实不是本质上的公平的，对吧？我们去剥削可能植物啊动物啊然后让他们为我们服务，虽然说他们也同等的受到了我们的照顾和一些饲养，但是他们付出的可能是生命的代价，对吧？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自由啊。其实我这个问题我想从我的工作上去尝试解答一下吧，因为我一开始倾向于是正和博弈的，我觉得大家都是双赢的。
但是如果就像你说的，究其根本的话，探讨到本质的话，我觉得其实是零和博弈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在天平上这样端的水平的这样一个状态，肯定是有一个人是要稍微吃亏一些的。如果说我们定义成比如说一块蛋糕大家5-5分，这样是零和博弈的话正和博弈的话，那么4-6分可不可以理解成一种就是零和博弈呢？可以这么理解吗？我觉得就是4-6分或者9-1分，它其实都算是正和博弈吧，因为就是双方都是受益的，只是说这个受益可能多少的问题。我觉得属于零和博弈，就是说就是完全受损的一方，就是它完全受损。对，就比如说那个鱼，它就是被吃掉了呀，它的丢了性命，它并没有在这个活动中得到任何好处，然后还丢掉了性命。那如果说是完全受损，没有一点好处的话，对，这个我觉得不太好理解因为我能理解的就是其实大家都是有好处的，只不过是利益的分配不同而已。就像比如说古代的皇上，因为我总看古装剧嘛，我就会去想他这个社会结构，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因为皇上就是属于战胜方嘛，那就可以享受一切的这种最高无上的权利和财富，然后其他人实际上虽然说略等于皇上，但是比如说妃子啊、大臣啊，他们也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和一定的权利，对吧？只不过没有皇上大。那么就以此类推，这个阶级往下推到最底下的可能就是农民呐，这种养动物的这种，对吧？牧民。那么其实他们也是某种程度在剥削这个土地啊，或者说动物嘛，他们也是受益方，就一层压一层嘛。那如果说按你这个说法，压到最后的话，这个鱼啊，这个螃蟹呀，这个虾呀，它得到了什么的话，那可能说它得到了一个免费的食物。那如果说它在自然界的话，它得到这些食物可能没有这么便捷。好，那我们不说这种养殖的情况，就说纯野生的吧，我们去钓鱼。那这个鱼就是单纯的被我们利用了，我们没有为它付出任何的，对吧？成本。那么这个的话，如果说按照这种说法，那我觉得那就是没有真正的这种正和了，因为可能是人和人之间的同一个阶级，我们是存在正和的，但如果说不同阶级的生命不同的等级的话，那是没有办法达到正和的状态的。我觉得是这样。那顶多也就是说这个物种得到了，因为人类需要它，所以比如说像白羽鸡，那肯定是最后一个灭绝的，因为我们天天得吃几十亿只。那从这个角度，也许它的种族得到了延续，得到了价值的，对吧？那也算是一种赢的话，这个有点牵强，反正。我再举个例子，我觉得鱼的话可能不是特别好，有个更好的例子。你看，像我们，因为我老家在长江旁边嘛，好，以前的时候呢，都是，基本上就是可能村子里面的妇女啊，大清早就到长江边去挑水，然后，很累嘛，要挑几桶鸡蛋然后把它倒到缸里面去，然后再加上明矾，因为可能水里面有些杂质嘛，把那些杂质给沉淀下来。好，后来呢，就是我老爸他那个时候大概高中读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嘛，然后他第一个想到打井，为什么我们不打井？然后他就打了一口大概就2-3米深的井，那就不用你每天去走个5-6公里的来回去挑那么重的水了。好，那就直接在家门口就可以取井水了。然后后来周围邻居就去学的时候，然后家户都去打井。好，然后那你说这个。就是对我老爸来说，我觉得这个是完完全全的正和博弈，它不是像一个蛋糕的话，那我不管是说5-5分还是说6-4分、3-7分，因为它最后它都是只有一块蛋糕嘛，而这里面它不是只有那一缸水的整个地下水，目前你就这个村子来说的话，算是无限的，所以这个就是节省了很多时间嘛。你要真的是说刨根问底的话，那难道是？水，大自然的水，它那个减少了吗？就是你老爸花了很多的精力，还有甚至时间、金钱打了一口井，对吧？然后也不是很多的时间、金钱，你打口井的话，几天就打好了。对，就是相对于那些没有付出的人来说，他是付出了很多的嘛，对不对？然后他相当于把自己的这种付出。分享给了更多的人嘛，对不对？就
然后就是那些无偿或者这些井水的人，他们都受益了。但其实你老爸，他如果从博弈上讲的话，他是有一些受损的吧？我觉得。你要这么说也行。他是这样，他不是说那个，就是他把那个打井的，就相当于他打了井之后，然后其他的那些邻居啊看了也就跟着他学嘛，然后也在自己家的门口去打了井了。啊，就是他相当于就是带了一个很好的风气，对吧？对对，就把那个技术分享出去了那种。就是你分享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基础事件，就是咱们就是村里面几个人，然后咱们做了一件小事儿，然后我们把这个很有好处的事儿分享给更多的人，体验到了很多的好处。就是我想聊的就是咱们就比如说两个公司啊，他们进行这种商业性的合作，就比如说这个腾讯和百度，他们有一些各自有一些用户群体嘛，然后他们也有一些商业资源，然后他们通过合作，然后取得了更大的这种经济增长，就是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双赢的。但是其实对用户来说，可能就是你的信息，然后被利用的更充分了，然后算法也更精准了，那其实对你来说是隐隐的在受损就是它可能对你的掌控更加的精准了，然后它可以更加有力的去攫取你的注意力，甚至挖空你的钱包。对，好像就是前段时间嘛，我看到就是那个脑洞乌托邦那位姐姐，对，她说那个就是百度的那个一个副总，他13岁的女儿就是在网上跟人家吵架，好像在百度贴吧里面吵架，然后后来最后他说你知道我爸是谁吗？然后就直接把那个就是跟他吵的那个人的那个所有的身份都通通的都给他曝光，然后后来让别人去网暴他。但是后来百度他直到现在他都没有解释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样把他所有的手机号，然后姓名、住址什么的，通通的都给他，就是一个副总有那么大的权限嘛，就把他那啥，但是最后反正就是给他那个危机公关过去了，对，然后，所以包括那个就是百度的那个总裁李彦宏嘛，他直接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像西方那么保守，中国的用户不在意隐私，所以他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卖他的那些数据。所以为什么我们回国的时候就是收到那么多那个诈骗，就是那种骚扰电话，对，推销的也不完全是诈骗吧，有的是推销的。所以我从来都不用百度，就是2017年魏则西事件之后，我再也没有用百度，我都是用谷歌。但谷歌它也会那啥嘛，这个就是但是它吃相至少比百度好看一点。对，我现在也不用百度，就是基本上都是用那个必应的时候，它有时候可能会加载一些百度的结果。我觉得必应的吃相都比那个百度好太多了。对对，然后百度它的那个信息实在是太有迷惑性了，你想搜的东西，它跟它提供给你的天差地别，然后你还得费精费力的去辨识。对呀，我反正平时一直用百度，但是我没想到你们对百度这个这么差评吗？那可能你们没有用过搜狗和360搜索。对，搜狗我也用过，360搜索它那个以前那个360浏览器它自带的嘛，我也用过，用的比较少吧。我觉得那些更差。对对对，其实就是越小的公司，然后越底层的这些企业，他们吃相就越难看，就是因为大公司还有大企业，他们已经把绝大部分的市场，就是优质的市场份额都给占光了。就比如说像肯或者说是那些计算机从业者，他们都喜欢用谷歌，或者说用
GitHub， 然后去搜一些资源。但是像那种下沉市场，比如说那种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那些中老年人，他们可能就不太懂计算机，然后那些大公司可能也看不上。对，就是大公司可能觉得这个市场份额太小了，它不值得去专门为他们去开发一个搜索引擎或者怎样的，就搞得这些小公司他们就是的客户群体就是非常的窄嘛，然后他们就会去针对这些客户群体做一些那种引导嘛，比如说他的客户群体都是中老年人，他就会推很多的那种养生保健的一些销售啊，对不对？对，对。哎，这个保健品也对，你先说。就咱们还是回到那刚才聊的那个博弈话题吧。我觉得，就我觉得你定义的那个零和博弈是不是有点很极端呢？就是一定是完全的输掉吗？另一方一定要这样去定义吗？就没有任何的获益吗？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只想到了一个例子，就是跟野生动物有关的，就比如说熊被人关起来，然后插一个管子在，对吧，取胆汁，然后它既痛苦又没有自由，然后也没有因此什么得到种族的延续啊，或者什么提升都没有，它只是单纯的被虐待着，然后为了人类获取它珍贵的胆汁去做药。然后这个我还听过一档节目，就是讲动物保护者，就讲说这个熊就是已经到痛苦到会自杀，然后会自虐，然后是人类可以说是极其残忍的恶行之一吧。然后就是让大家抵制熊胆制品，然后我当时还感觉都很震撼嘛。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说就是完全不获益的话，我觉得这个例子可能会算一个。就是其实你们刚才讲的都挺好的，就是我们生活中其实存在大量的就是正和博弈，就是很多人他们通过协作然后获得了各自的好处。对，但其实这是一个表面上的好处，就是这个我们之所以会觉得大家都获得好处，是因为咱们看得非常的浅，就是它类似于它是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级的，就是它其实这个高层级的合作模式，它是有一个地基在的，就是这个地基其实是遍布零和博弈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可能因为发展到这个阶段了，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没必要就是说非得说是比如说我要杀死对方，或者说是我要就是纯粹的让一个人受害，就是没必要这样去对，没必要这样去弱肉强食了。就是咱们可以就是各有所得嘛。但其实就是咱们这种合作模式，如果你刨根问底的话，它其实是构建在一个零和博弈之上的，就是正和博弈，它是建立在大量的零和博弈之上的。就是咱们之所以有这些正和博弈，是因为有大量的零和博弈在做支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同这种观点？就是比如说那个美国以前那种奴役黑人的方式，对吧？他们可能根本不是花钱买来的，只是单纯抢来的，然后逼着你签了某一个协议，然后用枪，对吧？棍棒逼着你去每天干活，然后还要给你很差的生活条件，可能连牲畜都不如的生活条件。那有很多电影这样去演嘛，然后就会逼得很多黑奴逃跑啊，或者自杀呀。那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零和博弈，就是它完全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几乎就是没有任何好处，完全是被奴役的状态。还有一个我想到的就是，比如说股票市场上，就是有人他通过炒股，他可能赚了钱，那肯定是有人亏钱，对不对？就是这也是一个完全的零和博弈嘛，对不对？就是其实我们人类社会它就是以经济为中心构建起来的，然后经济的中心就是金融，然后金融它就是一个类似于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炒股的这种模式，很多的投机客
他们把自己的资源在一个类似于赌博的一个市场里边进行投机，然后他们的大量资金决定了哪些领域的发展和兴衰。就很多人就说嘛，你看这个世界的变动，最先反映的就是看这个股票的曲线嘛。就是回到博弈上来讲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零和博弈是我们这个世界或者说人类这个世界的底色吧，我觉得虽然就是非常世俗啊，但这就是社会的运行规则。也可以说是自然界的运行规则吧，就是类似于动物世界里边，就是一定会有这些食物链的关系嘛，对不对？就是可能对，就比如说一个蚂蚁团队里边，它可能会有就是类似于这种分工合作，有一些正和博弈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是两个不同这个食物等级的这个物种的话，它之间就是一个就是赢的，一个就是输的呗。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情况下，一个就跟心理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是如果说输者他不觉得自己是输的，他觉得实际是也是满足的，我觉得这可能就不完全算是输方。再者就是一个是心理的满足感，再就是你要看这个输者他是否是自愿入局的，自愿参与一场赌局啊，或者说股票啊，或者说投资的，他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个欲望，他想获得，对吧，短期的大回报，那他选择冒风险，铤而走险去走一步。那如果说是他自愿的，而且是已知风险的情况下，不是被诱骗到的，那我觉得他这个输者实际上也是不值得同情的，我是这么觉得的。你这种想法就跟那些资本家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觉得这些被剥削的人，因为他们是有知情的，然后他们也是自愿入局的，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对这些底层老百姓的这种剥削或者说是坑害是具有正当性的。倒不一定是正当的，但是是可以解释的。而且我理解的就是其实他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嘛，人性的贪欲嘛。就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其实这影射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比如说，那这些快餐连锁都是做炸鸡的，对吧？都是油炸类的，对人是最不健康的。而且所有的饮料都放大量的糖。我之前还讨论过，我说为什么要这么没有良心，放这么多的糖，包括酸奶都是。我最近在减肥嘛，就都不能喝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说这些商家、这些资本家真是哈，就是只要他能赚钱，他根本不管你得不得糖尿病，你胖不胖，那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就是他利用你的弱点，你的人性的弱点。就包括就是我们就是讲这些外星势力什么，比如说有一些黑暗的一面，就是会对人类进行控制嘛。但其实就是他的这种控制，他也不是说强制性的干预，他是通过就是类似于设一个局嘛，去引诱你嘛，对不对？对。然后他会提前告知你很多信息。对。但是这些信息呢，因为你是一个充满贪欲的人，充满那种就是被一个非常躁动的人嘛，然后你可能会忽略这些信息，类似于一个那个保险的那个经销商，他可能在卖你这个保险的时候，他其实告诉你要签这个条款，然后这些条款你都需要阅读，他已经告知你了，但是你可能就是因为听他的这种言语上的鼓动嘛，然后你就觉得有很多的好处可以得到，比如说他给你承诺的很多好处，但是你都忽略了那些你可能会遇到的损失，然后你就签了，就是类似于这种吧，就是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这种运行模式吧，我觉得就是是大家都是处在很多的局之中。对，就是我觉得一个人要有很高的智慧，或者说足够聪明的头脑，可能才能避免这些坑，否则真的可能会从一个坑里掉到另一个坑里。主要是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有他适应的骗局嘛，对不对？就是你可能有非常
非常高的智慧，然后也非常清醒的头脑，但是你很难做到极致嘛，对不对？就是对，这个我承认，对，就是类似于那些富豪，他其实也会上当受骗，就是只是他们上当受骗的那种局更高端了，然后更加不易察觉了。其实我认同你这个说法，因为我平时我教课嘛，就会有一些跑调的学员，然后他也会报名，但实际上我从内心我很不希望他报名，然后我能做到的就是我不会去违心的去讲说你五音不全也能学得很好，然后我就会讲，那其实他学这个会非常困难，会很慢，然后你自己回去考虑，就是我不会建议他学，但我也不能说你的孩子不能学，然后没有希望之类的哈，也不打击他，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那如果这个孩子报了的话，他上我的课，我就有一种这种好像是我在欺骗他的感觉，因为我知道他不可能有，他是没救的，所以他在我这课堂上也只是浪费时间，他是得不到任何东西的。然后以此类推，我看到了很多的，比如说什么美容啊、减肥药啊，一系列的吧，这种社会现象商业模式，就大家只要有一张嘴，然后足够能忽悠，那就能做成很多利于自己的事情。那我的底线就是我不要去这样做，我要讲实话，我可以不讲假话，但是我只要讲出来的我就必须是真话，我是这样一个原则。但是我实际自己心底内知，其实有些钱我是不该赚的，有一些东西，其实是不属于我的，只不过我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默认了，有这样的感觉。对，就是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种嘛，就是我们不愿意去做一些就是违背自己这种良知的一些事情嘛。就比如说明知它是一个对他有害的，或者说是然后咱们就肯定就是有一些道德感嘛，然后会不会说是那种完全的为了利益去做一些特别违心的事情。对，完全去说假话，这个是我觉得是不对的哦。对，但就是其实在博弈之中啊，就是博弈的话就是肯定是希望赢的，对不对？就是对，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博弈咱们都希望赢，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在参与一场比赛的话，那我们肯定是希望赢的。然后就比如说我们打一场游戏，然后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个游戏能赢，对不对？因为赢的带给人的体验会好很多，然后输的话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很失落嘛，对不对？然后但是我有一个特别想补充的，就是因为我经常玩游戏嘛，我会去思考背后的逻辑，然后我会觉得其实赢真的还不是目的，因为如果一个游戏就比如说我们有作弊码了之后，对吧？我们无敌了，金钱无限了，我们离这个卸载游戏可能真的就不远了。那也是，就是对不对？咱们要是一直老赢的话，肯定也就不玩这游戏了。对，所以我后来真的觉得，其实输也是一种就是为了更好的赢的一种方式。对，要不然赢就毫无意义啊。就是输给赢，就是营造了意义嘛，营造了这种意义感。对，就可能最后还是要到心理的这个层面，因为外界的东西都是为我们的感受去服务的嘛。就是可能我们得往这方面稍微去探讨一下，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因为每次玩游戏快要赢的时候，如果赢得很容易哈，就是那种塔防的5v5的，我就会希望对方千万不要输或者奇迹发生，我就希望不要赢得这么容易，我就觉得很没意思啊。希望有一些对我们戏剧性有这种想法。对。就是你希望这个过程更有意思一点，就是对，因为我在反思，其实那如果我不玩这个游戏，我也没有损失任何东西嘛。那我既然玩了的话，实际我并不是想单纯的就是赢而已。那我可以打人机，我每一局都赢，对不对？可以调难度嘛。我为什么想跟人去对战呢？就是因为有意思啊。对，就是它有变化嘛，对不对？它有这种输赢的这种转换。对，它有难度。因为有一次这期时间不够了啊，因为有一次我玩那个暗黑破坏神，它可以选择最高难度嘛。我后来发现我打一个最小的怪，我打1个小时都打不死它。这么难？对，就是打1天1夜也不可能打死它。然后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事儿。这个游戏我也听说过，好像很多人都在玩。对，咱们这期时间不太够了。好，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好，我们接着聊。好，好，那重开咱歇个几分钟吧。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啊！
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